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硬汉》。这款游戏也被翻译作《暴徒地盘》，出品于1989年。这也是我当年在街机厅见到的最早的一批街机游戏之一。你能够在这款游戏当中看见大量的模仿双截龙的痕迹。游戏的操作键一共3个，拳、脚和跳。拳和脚一起按可以蹲下，能够躲避敌方的一些攻击，并且可以捡起地面的武器。街机的双截龙初代，如果你会后肘的话，那通关就不难。这款游戏如果你抢到了一个棍子或者是狼牙棒，它俩区别就是一个带刺一个不带刺，虽然都很长很硬，所以游戏叫硬汉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啊？有武器之后小心一点，和普通的敌人可以正面接近，因为他的攻击范围比咱们要短，咱们长嘛。但是面对一些高大的敌人，他的攻击范围比咱们要远，所以说就要从 Y 轴进行接近。手里拿武器的时候对付小兵是很有优势的。如果你想用拳和脚占有优势的话，那最好就是像我一样开启连发键。我发现不管是轻版动作游戏还是飞行射击游戏，如果你有一个连发键，那感觉这个游戏的难度下降了一小半，甚至有一些下降了一大半。这两个看起来像阿波波一样的家伙就是第一关的 BOSS。咱们血量是8格血，每格血大概可以扛2到3下的伤害。第一关过关。游戏的长度一共是8关，每次过关之后会给咱们回复部分血量。这种早期的游戏都相当的硬核，生命树只有1条，没了就是没了。所以这款游戏的分数系统不知道有什么用啊，它也不讲命。第一关的 BOSS 到了第2关快速的变成了精英怪。如果对这种早期的硬核的动作游戏不适应的话，那游戏的难度是相当高的。但是像这种系统比较简单的游戏，其实技巧是相对好学的。这款游戏的剧情是一个老套的英雄救美，但是在结尾进行了升华，因为你救出来的妹子开始攻击你，她变心了呀，倒向了 BOSS 的一方。咱们也不知道他被抓走的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反正咱们打倒 BOSS 之后，他就开始攻击你。你想一下吧，你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救出来，平时对他那么好，但是人家呢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你这边无数了。所以说舔狗得不到房子，不得好死。所以说主人公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。我想要对他施展飞踢，结果被打翻在地3次。但是咱们因祸得福啊，换了一根棍子，这个看起来比之前还粗，上面好多尖刺，符合人设。硬汉嘛，就是要威武一点。
整个游戏的核心就是怎样使用好你的棍子。使用棍子输出也是有技巧的。2D 的轻板动作游戏的核心就是歪轴。当对面从歪轴接近你的时候，你不要啪的一下就迎合上去，你要等对面先走位走到了，然后你再伸棍子，这样的话就顺理成章了。你省体力啊，你抓时机就可以了，输出就很高。大叔这个岁数不会骗大家的，不信你就试一下。游戏是能够双打的，双打的话1P 和2P颜色不一样，但每个人手里肯定都是拿着棍子轮啊。距离有的时候我掌握不好，挨打就是在这个时候。游戏当中是有这种高度差的，跳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。其实游戏有很多的地方是既死的地形，一个跳跃不小心脚下踩空了，一条命就没了，应该说一个币就没了。所以看准了再跳。前方有机关，这个机关咱们在最后一关还会再见到的。这里就是 BOSS 战的场景，左边的悬崖处可以利用一下。我记得双截龙初代，第3关也可以利用这样的地方。咱们已经打完3关了，每关的流程大概也就2分钟。3到4个战斗场景。游戏毕竟是上古的游戏了，1989年，所以很多地方做的看起来比较粗糙，人物都没有影子啊。影子这个东西真的是比较神奇。2D 游戏时代没有太在意，但是到了3D 化之后，你会发现影子虽然对游戏的画质感觉没有什么大的影响，但很多时候你如果把影子关掉的话，帧数真的会提升很多。那这款2D 的轻板动作游戏没做影子，肯定不是帧数的问题，就是犯懒啊。每个敌兵大概3棍子，我差点说成3鞭子。意思可能差不多。咱们现在的分数才14万多，但这款游戏有一点，当你通关之后，会进入一个超长的加分的时间，大概加分要加2分钟，900万左右的结算。这款游戏影响分数的最决定要素，其实就是屏幕右上角的倒计时。攻略关卡剩下的时间越多，最后加的分数也越多。这款游戏再加上老虎直升机，还有特殊部队，上个世纪80年代出品的这一波街机游戏，就是我对街机游戏最早的记忆。这是第一波，第2波就是卡普空轻版动作游戏那一波了。再之后呢，就是拳皇97最为兴盛的时候。2000年之后呢，我就不玩街机了，后面出品的游戏就不熟悉了。
我的老家是北方的一个4线的小县城，当时整个县城估计所有的街机厅我都出入过，规模有大的也有小的，小的街机厅可能就4、5个机台。其实当年的街机游戏厅的环境不是很好，这个有经历的大家也都懂。我是那种学习比较好的孩子，所以我出入这种地方，很多人就觉得不大理解。但我是真的喜欢玩游戏啊。所谓的电子游戏，可能是我这辈子也扔不掉的标签了吧。今年40岁，玩游戏就玩了35年。从红白机的时代，一直玩到了 PS5 的时代。但是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当年的这些游戏系列。虽然有很多的老游戏现在不制作了，甚至有一些20年前就已经没有新作了，非常可惜啊！大家想一下，小的时候玩的绿色兵团，红白机上我玩过一款，然后磁碟机上的版本是带地道的，这可能是当年一些地道的传说的由来。另外有街机的版本，街机版有1代和2代，还有赤色要塞，玩过红白机的版本，还给大家录制过街机版。但是再想玩到当年那个味道的赤色要塞，真的就已经不可能了。可能很多小伙伴跟我说啊，说大叔啊，赤色要塞有一个续作。其实我知道大家指的是哪款游戏，那款游戏是一个双摇杆控制，就是左摇杆控制你的小车的移动，右摇杆控制你射击的方向。但是整个游戏的画面让我丝毫感觉不到这是一款赤色要塞的续作，根本就没有那个味道。操作的方式、关卡的设计也没有当年的感觉。那个游戏年代真的就是回不去了。其实咱们这一代玩家他也回不去了。我录制的视频为什么这几年时间越来越短，并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不行了，不是的。这几年我看后台数据都不用太早，近3、5年中长视频平均的播放时长是越来越短，可能是受到短视频、小视频的流行的影响，大家的心态啊越来越浮躁，可能是时间也更加的碎片化，很少有人能够说看一个老游戏的视频半个小时把它看完，很少很少。我感觉我录制游戏视频可能会录到50岁、60岁，但那个时候估计真的就已经没人看了。所以为什么我现在保持着比较高的更新频率呢？我是想趁着至少还有人看的时候，把我玩过的游戏都记录下来。对我来说，这个时代也有非常好的地方。虽然很多的老游戏再也玩不到了，但是它给我提供了一个平台，也给我提供了很多我能力范围之内可以驾驭的模拟器，还有录制的软件等等，让我能够把之前喜欢的游戏这个过程都记录下来。聊了半天有的没的，这是第几关了？我感觉打了一大半了吧，已经到了对面的豪宅里边。从流程上来看，整个游戏就2场 BOSS 战，应该说前面打的全都是杂兵。穿着红背心和黄背心这2个敌人也太双截龙了吧！这不就是双截龙的杂兵吗？尤其是和街机版那个形象，
简直是一模一样。我赤手空拳有点打不过他呀。前方这个场景可能是游戏当中遇到的敌人数最多的场景了。一起上来5个，我的记录好像是一次对付7个，所以5个真是不够我打呀。站好优势的地形，这一下棍子应该捡起来了。如果这里没捡到，只能下一关再抢了。第6关已经完成了，那后面就是最后一个长的关卡，再加上最终 BOSS 战。最终 BOSS 战有难度，也就是说，这款游戏最能打的就是咱们要去救的那个妹子。而且最后一关咱们是不能用武器的，只能空手，因为算是被偷袭，没什么准备。近身的情况下，其实我可以多用一点脚，但是现在有点过度依赖手里的棍子了。好了，这里就是 BOSS 战的场景。大家注意，他坐的这个椅子下方还有一个装置，这个装置一会儿能够扔出铁的滚筒。拳和脚的攻击力其实也不低，就是攻击的范围短了一点。这些小兵的走位真的是太讨厌了，过于飘忽。其实我更喜欢战斧那种，虽然战斧如果有2个小兵的话，他肯定是有一个绕后的，但是至少他目标明确呀，你知道他要干什么。像这种小兵走起来真的感觉是打架不如跳舞啊。咱们躲一下这些机关，这个机关滚中了好像相当的疼，跳不上去啊。等他下来，这个 BOSS 可以卡一个 bug， 咱们到上边柱子那个地方去，近身和他打，他的武器就是拿个斧子，但是他斧子的攻击范围比较远。好的，就卡在这儿。这2个人的战斗方式过于鬼畜啊！打倒这个 BOSS 之后，咱们手里的武器自动就飞了。后面就是要空手了，把妹子救出来了。结果被妹子偷袭，2个人上天台。这个妹子啊，你伤害了我，却一笑而过呀！咱们利用一个地形来打他吧，因为他实在是太猛了，我打不过他。好，就是让他站在这个台阶上，然后击倒他1次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打完，那咱们通关了。通关之后，咱们的时间还剩878秒。每1秒要加1万分，所以就是878万分。加分的过程给大家省略了，这个时间真的是太长了。最后是一个伤心的故事啊，
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上古轻版动作游戏，硬汉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